没事没事。王爷，小人从来没有验过尸。怎么，连王爷都不怕，还怕这个死人？小心，尸体上的血会过毒。多谢王爷提醒。不是想吃吗？为什么不要呢？他染的是什么毒？王爷，小人还需要进一步判断。王爷，您能给小人描述一下云响月毒发前后的症状吗？刚开始的时候，他还十分正常。一盏茶功夫后，他便口吐鲜血，倒地而亡，并且周身都渗出了血液。那王爷跟他是否有接触？他倒下的时候，本王扶了一把。王爷，可否让小人再探探您的脉象？昨夜小人就觉得王爷的脉象十分奇怪，体内有两股气是互相焦灼的，可不知为何，却又气血翻涌，经脉紊乱。王爷，可否方便告知小人您的过往病史？王爷中过渊罗。渊罗花？你知道？小人在书上读到过。这个呢，就叫渊罗花。渊罗花是世间制毒之花。渊罗花生长在毒虫蛇蚁聚集的深渊之地，一旦沾上此毒，3日之内必将血脉凝滞，毒性一旦进骨，7日必亡。你说的丝毫不差。王爷中了此毒，却又活了下来。小人记得这个渊罗花是没有解药的。刮骨疗毒，听说过吗？刮骨疗毒，那可不比渊罗花之毒好受。那王爷体内另外一股气是血沉丹。血沉丹？这个小人没听说过。血沉丹可解这世间一切的毒药，王爷服下的是世间仅存的一颗。哦，那王爷体内焦灼的两股气就是血沉丹和渊罗花，但王爷昨夜体内混入了另外一股气，导致两股药性失衡。之前小人还是有很多疑惑，此刻便是真的明白了。
这毒是下在衣服上？正是，药涂于衣物，渗进经脉。但这不是毒，而是一种叫做还阳散的药。还阳散。还阳散是世间治补之药，涂抹于鼻息便可起效，因其大补，寻常人吃了会气血翻涌，而女子血脉纤细，撑不住气血，便会经脉爆裂而亡。你既然知道还阳散，可知道还阳散出自何处？配制还阳散的原料都非常珍贵，尤其是主要原料制仙果，1岁也仅能得10枚左右。而且还阳散的配制难度极高，10之5、6会有折损，能经得起这般损耗的，恐怕只……你是说，它出自于太医院？小人不敢妄自揣测。赦你无罪。小人以为，这下毒之人心思缜密，而且十分了解王爷的病情。他知道，若是下一般的毒，则会被王爷体内的血沉丹所消解。还有一个蹊跷之处，小人不知道，这云姑娘为何要换了侍女的衣服，而这贼人要取云姑娘的性命，亦不会未卜先知，把药事先涂在侍女的衣服上。所以小人怀疑，是那贼人事先买通了侍女，做了手脚。王爷，您可提侍女来审。那侍女昨夜被人灭了口。灭口？王爷，小人身家清白，无意卷入风波。小人若真想害王爷的话，昨夜不管王爷便是了，还免得搅入这滩浑水。不是，小人不是说王爷的事是浑水，能为王爷效命，实乃小人之幸。但是小人灭口。知见，让直墨送他们回去。是。王爷，在小晴宫事发那晚，何心就已经开始调查这穆卓华的身份了。念。穆卓华，怀州人士，江南首富慕容的庶妻女，原名穆琪。这姑娘胆子太大了，竟然改籍换名。其父慕容，妻妾成群，子女无数。其生母顾一笑原是青楼女子，在妻妾中排行第3，早逝。如果是这种家庭和出身背景，那他不怕声名受损，住在花巷，倒也可以理解了。菊丽啊，其实昨晚我在小晴宫碰到定王殿下。等会儿，过来。这信上说他在府里的外号叫书呆子，平平无奇，20年来从未出过江南，此番是他第1次入京。这慕容前些日子刚娶了第18房小妾，在这般环境下，还能把书读好，还习得一身医术，实属难得。小姐，你这一晚上就干了件这么大的事儿啊！这事儿大是不大，我只是担心，我担心咱们以后不会像现在这么太平了。那小姐的意思是，咱们彻底惹上定王殿下了？可不是嘛。那天晚上我除了装傻，别无他法。他虽然中了药，可是杀我还是有余力的。所以啊，我就想尽一切办法救他一命，
就是希望他还能有点人性，也不至于说卸磨杀驴。那小姐，你今日还自投罗网？这云想月死了，我不能暴露定王殿下，就只有暴露我自己了。所以啊，我就拼了命的展示能力，表示忠心。因为装傻也没用了，只能让自己看起来有点用处。哎，小姐，那咱们现在算安全吗？只要这个定王殿下能确认我只是无意之中入局，那我想咱们这小命算是暂时保住了。穆奇用穆卓华之名，以乡试乙榜第25名考中举人，连他都能考中举人。这个名次，不显山不露水。按照他的本事，应该可以考得更优，他只是不想张扬罢了。王爷，此女颇有心机，只是不知她的心机到底是为了自保，还是为幕后之人所用，尚未可知。哎，你还记不记得当日进京的时候，我就跟你说，我总觉着这个定王殿下好生古怪。我记得读书的时候，商老师曾经与我说过，说定王殿下功高震主，若非5年前大败伤了元气，这朝中肯定很多人现在是眼中有定王而无陛下。可你知道吗？咱们这个陛下一直是体弱多病，他膝下有3位皇子，一个不服一个，所以定王殿下必定只有谨慎行事，低调作为，方是上策。但我就搞不懂了，那日他如此大张旗鼓的回京，是做给谁看呢？不过他说的倒也颇有道理。你是说哪一桩？他说下毒之人非常了解王爷的病情，对王爷病情了如指掌者又有几位？此事尚未查证，本王心里便有数。你去找赵院士，查一下穆卓华所说的还阳散，务必要查得水落石出，且切忌声张。还有，让直墨继续盯着穆卓华。是。手脚都麻利点啊，好好干。哎，好嘞。来了。今日啊，就是寿宁节了。陛下千秋，普天同庆。每年大宴之后啊，陛下都会微服至定王府来与王爷小酌。去，订好了啊。哎呦，你们2个呀，怎么毛手毛脚的呀？啊，非要我这把老骨头亲自动手啊？哎，好好干啊！哎，好。多喜庆的日子，可这府里连个能主事的女主人都没有，全靠我这把老骨头。好好干啊！交锋这件事，那绝不后悔。万一能被他看中了，那可是一步登天啊！小姐，你说这定王殿下也太抠门了吧？您都救他命了，他还不给您整金？别胡说，咱图的是定王殿下那点整金吗？那图什么呀？图帽啊！郭居烈，你这胆子不小啊，还敢让你家小姐我图定王殿下的帽？那不图整金还不图帽，那小姐图什么呀？我跟你说，图的就是万一哪一天这周管事真要找到咱们，那定王殿下能拉咱们一把吗？哦，小姐说的对，那您可得小心点。没事儿。这一带是皇城，再往前你看，
那就是城楼了啊！谅他也不敢当街抓人。陛下登城楼。小姐，你看，哎，还有帝王殿下呢。陛下登城楼啊！知晓明清的，恐怕也就是皇家中人。皇帝啊，每逢这万民安乐之时，朕就感慨，幸好你还在朕身边。陛下，这是您的福气，也是万民的福祉。即便没有臣弟在，也一定会有人帮您完成您的理想。你瞧瞧，老是把合该给你的好处往外推。臣弟才向陛下请赏，陛下便如臣弟的愿，重开了天下女子恩科。这份赏赐，臣弟可没有推之在外。皇兄，你是不是想念柔家了？娇娇是个让人心疼的孩子，她自幼丧母，又不是在朕身边长大。后来回到定京，这好不容易找到真心喜欢之人，却又天人永隔。这定京成了他的伤心地。自他去了江南之后，我们父女已经5年未见了。柔家确实有过人的坚韧，即便这些年都没有走出情伤，也没有让他一蹶不振。朕知道，如今他的积善堂遍布全国，民间都赞他。神女回来了！父皇，不孝女回来了。回来就好。你这狠心的丫头，皇祖母日日盼着你，可算把你盼回来了。皇祖母，孙女回来了。见过母后，见过皇叔。哎，小姐，他们为什么都叫那个姑娘神女啊？那可是柔家公主，是陛下最喜欢的女儿啊。5年前，定王殿下在拒马河大败，其中有一个人也战死在沙场，那就是公主的未婚夫婿薛孝堂将军啊。那不是天人永隔了吗？薛将军死了以后啊，太后想要给公主重新选驸马，但是公主执意要为薛将军守节，一心不问风月事。她回到江南以后，重新去经营积善堂，救助穷苦百姓，心系寒门子弟。哎，我在怀州的时候还见过公主呢。参见公主。本宫今日前来，是代表积善堂向莫老爷表示感谢。莫老爷仁心仁德，此次洪灾出钱出力，我也可以出力。好啊，做人就要有志气，咱们一起帮助灾民，多一个人就多一份力。今日我们也算是一家团聚了。
娇娇，随父王一起敬谢这天地。言儿遵命。愿天清地宁，人灵古盈。天地玄黄，宇宙洪荒。小姐，那边有糖葫芦，我想去买一个。别走远啊！七小姐，你可真是让我们好找啊！干什么？敢当街抢民女，还有荒唐吗？光天化日诸位，听我说啊！此乃我家未过门的小妾，是逃跑出来的。我只是要带她回去好好管教管教。回家吧。你胡说！我们家小姐清清白白，跟你们一点关系都没有。七小姐，你们穆家收了聘礼，却不把女儿嫁过来，就算告到衙门，也是我们有理的啊！诸位。这是穆七小姐的更贴，我今天好，追！你们这帮废物！哎，滚开！凭什么你单独去找皇叔？三弟，怎么跟大皇兄说话呢？大皇兄，你这火气也着实大了些吧？你给我住嘴！猜对了，还有奖品呢。公主，走。南望孤星梅月生，打一字。是庄子。哎呀，姑娘厉害呀！来，姑娘请听题：风里去又来，风前雁行斜，打一种花。凤仙。哎呀，姑娘真是聪慧呀！哈哈。千歌万曲唱不尽，打成语一句。其乐无穷。河中长草心不忙，打一绝境。芒种。急行穿雨过，打一字。急行穿雨过。言。哎呀，姑娘真是才女呀！稍等啊，稍等。哪儿呢？那边找找。说谁狡猾呢？你府上的10段香，不知道朕今日是否有幸尝到？这是2位姑娘猜灯谜的彩扣，来。姑娘先挑一盏吧。那我就不客气了，谢谢。哎，好。去哪儿呢？去那边看看。姑娘可真聪明。公主才是单枝无愧的才女。你认得我？城楼虽远，但是公主的身姿过目难忘。
况且，在我年幼的时候，还受过公主的教导。那真是太有缘了。是在江南吗？公主，您记起来了。非也，只是听你的口音，应该是江南怀州一带人。我是延州人。那定是我记错了。这木七小姐竟然攀上了柔家公主。撤吧，再想办法。姑娘，你看我站在这里的时间，足够你解决问题了吗？公主，你知道小人是在利用你啊。知道，但没关系。如果站在这儿就能给你解决麻烦，我是愿意的。不知姑娘还有别的困难需要我帮忙吗？公主，您真好，难怪大家都叫您活菩萨。您明明知道小人是在利用你，居然还如此护着小人。人生在世总有难处，如何是利人？小人想好了，小人一定要考进贡士、进士，然后再入朝为官。这条路，小人一定要努力走下去，绝不放弃。没想到，你还是位女举人。真是了不起。明日恰逢文征楼文会，你可有坐席？文会？没有。既然要参加恩科会试，怎能不去文征楼？小人为势所困，不敢走动。重开女子恩科以来，这女举人可谓少之又少。本宫同为女子，也只能为你这位萍水相逢的女举人做这点事儿了。明日你可去文征楼，提本宫名号，自然有人带你进去。多谢公主。真的没事了？没事了，没事了。公主慢走。小姐，刚才公主都说要帮你了，你为什么不答应啊？菊丽，这人心都是肉长的。公主她这么好，我怎么忍心再利用她？那咱们还去文征楼吗？文征楼，去。皇兄，哎，最后一杯。太医说你不能多饮，还说我呢。皇兄，哎，好，听你的。哎呀，娇娇从江南请来一位号称江南圣手的神医，真是难为他了，还惦记朕这一身顽疾。还有你这个关爱逞强的。又想多了不是？朕的这身病啊，不怪你。你是朕最亲的弟弟，难道要朕眼睁睁地看着你去死啊？若用臣弟一死，能换皇兄的健康长寿，换取我南陈国泰民安，臣弟愿意死。胡闹！什么死不死的？你要好好活着，朕还需要你呢。臣弟明白。云翔月的尸首居然被帝王殿下带走，愿证明之时他们似乎有了新进展。
泛泛的当个富贵闲人不好吗？非要东奔西跑，5年了，真让他泛出花来了。云香月那儿让他逃了一次，这一次可就没那么容易了。是。王爷，这个，王爷，要让这周管事把穆卓华带回去吗？他知道还阳伞不能离开定京，那咱们要放了周管事？他也还有用。听说明天穆卓华会去文征楼。因缘际会，那就都有用了。文墨领风骚，笑谈古今事。文征楼，居丽，这是哪几个字啊？怀州的文艺楼，五柳醋鱼，天下一绝。就知道吃，走吧。小姐，好多人啊！走。文征楼内不拘身份，以文论道。在会试前后啊，更是广聚天下才子，各路学子企图让自己的才名响彻定京，来获取权贵的重视。这科举取士虽说要以考试为主，但是啊，才名的加成也是少不得的。哎，你看，小姐，她是在做什么呀？要出题了。哎，那还有个酒坛。那是文坛，文征楼的掌柜请了定京最负盛名的文坛大家们匿名出题，题目都放在那坛子里。每日的这个时辰，就会从文坛中抽出一题，由在场的学子辩论，胜出者便可将名字写在那文榜之上。你看那上面，沈惊鸿正，那个正字表示他胜出了5场，5场也不多嘛。只比第2名多赢了1场，可是他6日前才到的定京，这每场皆赢。对，诗词歌赋、经义策论，每场皆赢，无一败绩。好厉害！对啊，这今年的状元呀，怕是非他莫属了。养虎为患，这题。这作何解？走。养虎为患。去吧。您好，请问柔家公主可有定座？客官贵姓？鄙人姓穆。啊，那便对了。柔家公主今晨便派人交代过，只不过临近会试，包间早便被订出。掌柜的给您留了一张外间的桌子。啊，如此便好，如此便好。穆学子，请随小人来。请。走。都安排好了。真好。请。穆学子，这就是给您预留的位置。好。小姐。小姐，柔家公主还真是办事万分妥当之人呢。那可不是，所以她才那样令人敬仰。你看南辰，有谁说她不好的？
对了，小姐，你刚才不是说扬名吗？怎么就做到这儿了？您看，今日这道题啊，来意不善。不就是养个大老虎吗？怎么就不善了？这问题啊，就出在这个“虎”字上面。皇叔，您竟然将自己作为题眼，怎么了？有什么不可以？我就是不喜欢别人叫你虎。那叫我什么？狗？不了不了，那还是虎吧，至少威风。只是那些视您为虎之人，是多想要南辰皇室内部征伐。难道我们这些人便不能有天理伦常，兄友弟恭吗？他说下毒之人非常了解王爷的病情，对王爷病情了如指掌者，又有几位？难？怎么难？我对皇叔你不就很真吗？你不还有2个弟弟吗？那先听听别人怎么说吧。好。养虎为患，重点就在于是谁养这头虎？是陛下，还是3位皇子？这题出的言浅意深，实则啊，是在试探民心呢。小姐，为什么就跟陛下和3位皇子扯上关系了？因为这头虎啊，它分明指的就是定王殿下。啊，大魔神啊！他是北凉的大魔神，却是咱们南城的战神。可是南城的战神，于某些人眼中，那就是功高震主。定王殿下那么可怕，小虎还是头大老虎？他是北凉的大魔神，却是咱们南城的战神。可是南城的战神，于某些人眼中，那就是功高震主。定王殿下那么可怕，小虎还是头大老虎？小姐，你还是别掺和进去了。我也觉得，这定京真不好待，步步杀机。咱们不过就想混口饭吃。客官，您的菜来了。诸位，谁来答题？我来。此人便是文榜第2的文世宗。沈惊鸿到定京之前啊，他独霸榜首，之后却5场连败于沈惊鸿。今日还能再上这个台，且不说文采如何，但这心性也非常人可比。虎者，凶兽也，养之则为患，除之而勿近。上人有仁心，贤者有大义。小可不才，自以为唯其义尽，所以治人。吾等读圣贤书，所学何事？为国效力，为上分忧。区一介寒士，也敢对定王殿下大不敬，怕是也知道这大老虎受伤了吧？大老虎受伤了？怎么受的伤呀？5年前在拒马河，定王殿下跟北凉军决战，陷入了包围，3万精兵死伤殆尽，就连定王殿下也是命悬一线。所幸的是啊，这大皇子带兵深入腹地，这才救下了定王殿下。不过话说啊，
经此一役，这定王殿下也是伤得不轻，就交出了大半兵权给大皇子。文世宗怎么知道大皇子跟定王殿下不是一伙的？他们这么说也不怕得罪大皇子？那是因为你想的太少了，而他们想的太多了，你知道吗？他们以为定王殿下战败，乃是大皇子从中作梗，为的就是从定王殿下的手中夺权。他们脑子太复杂了。不过这拒马河一战，民间知道的也未必是真相。皇叔好像格外关注这个女举人。我也只是推测，这郾城之战的时候，定王殿下还是心思缜密，智谋无双。怎么3年后的拒马河战役，他反倒就是贪功冒进了呢？小姐说的对，人怎么可能越来越活回去了呢？你看啊，这定王殿下已有如此功劳在身，又为何要贪功呢？又有何功可贪呢？这是此其一。定王殿下对于北凉人的了解，已经达到了算无一策的地步。他又怎么可能在拒马河之战当中就如此轻易地中了北凉人的埋伏？这是此其二。袁成兵背叛了我们，咱们中埋伏了！最让我想不明白的，这战役都已经过去5年了，为何坊间还一直在流传，说定王殿下贪功冒进，骄傲轻敌？这是此其三，我怎么也想不明白。连一个女人都明白的道理，却有一群不识相的东西，天天在父皇面前聒噪。辰儿，小姐，刚才照你的意思是说，定王殿下并无错处了？贪功未必，但是冒进倒是有可能的。您跟定王殿下这么熟了？不熟。这女子说的话太片面了。皇叔您以身作则，一统3军，那是多少人心中的楷模。哎，话说今日我是为了惊鸿公子而来，他却迟迟没有出现。哎，皇叔，您今日是为谁而来？为了一条杂鱼。听了这么多，还是文世宗说的好呀。有理有据，铿锵有力呀。快点！我看那沈惊鸿啊，怕是不敢来了吧？肯定不敢来啊！他怎么还敢来？诸位这般想念沈某，沈某怎敢辜负诸位的期望？原来是他呀，小姐，你认识他？不认识。惊鸿公子姗姗来迟，可是让我们久等啊。不知惊鸿公子对于今日的议题有何高见呢？对呀，惊鸿公子乃是状元之才，想必见解不凡，能令我等耳目一新。是啊。
让诸位久等。沈公子，今日怎么来的这般迟啊？可是怕了？沈某刚刚扶一位老人家过桥，所以迟了。沈公子，你这是在开玩笑？开玩笑的，不是方兄你吗？沈公子，这里是论道的地方，可不是说笑的地方啊。文兄来的正好，在下有个问题，刚好想请教。沈公子请讲。这天气乍暖还寒，文兄你打个扇子，不冷吗？文兄文采又那般出众，真可谓是文武双全，在下自愧不如。文武双全，文世宗啊！有辱斯文，有辱斯文啊！没事。君丽，你快听听那人的嘴，比砒霜还毒。从今日起啊，这文武双全可就成了骂人的话了。这沈惊鸿别的不说，嘴先硬了，这是当御史的材料啊。他嘴是够毒的。沈公子既然是来答题的，何必先逞口舌之快？是啊，既然诸位这么捧场，在下献丑了。好奇啊！养虎为患，这题目出的不对啊。好大的口气！这些题可都是文坛大家出的。此言差矣，文坛大家也不乏欺世盗名之辈。黄背诗言了。养虎为用，一个用字写的是铁画银钩的，此人果然是胸中有沟壑，惊鸿绝艳之人呐。居弟，笔墨，我也要答题。养虎为用，这用字何解啊？既是猛虎，如何能为用啊？沈公子怕不是危言耸听吧？寻常人胆小，养虎自然为患。陛下无所畏惧，虎自然能为其所护。可是老虎凶猛，伤了人怎么办？只要遇虎者心怀大智大勇，自然可以驯服猛兽。好比齐桓曾任用射伤自己的管仲为相，富国强兵，最终成就霸业。说到底，虎的凶猛是本性，并无对错之分，而人的畏惧才有错。自己无能，还揣度陛下，这题出了何用啊？说的太对。公主美女，这沈惊鸿就这么走了？小姐，我以为你也要准备下去应战呢。果然是个气度不凡的人物啊，只是也太会拍马屁了。若再无人对垒，那今日的榜首便还是沈惊鸿。这养虎为用，
一下子把所有人的马屁都拍上，我真是自愧不如啊！小姐，你别这么说呀，你也很会拍马屁的。你好好学学，都拍到我马腿上。啊，小姐，哎，我就不应战了。这文征楼，只怕是有些背景的。小姐，我这愚笨的脑袋瓜，真的追不上你啊。没事儿，你慢慢追。养虎为患，能出这样的题，实在是太危险了。敢这么出题，这背后必然是有所倚仗。更有甚者，是受人之命放题。不对，这也不太可能。放出这样的题来，又有什么好处呢？走了。文征楼连个馒头都这么贵，以后再也不买。这跟屁虫，小姐着实难缠。我昨日刚借了柔家公主的事，没想到今日她又来了，这下不好办。小姐，别挡路。哎，定王殿下。没想到今日在这儿还会碰到定王殿下。走走走。把你的小聪明用在正途上吧。哎，定王殿下，定王殿下，今日这文征楼出的题目如此大胆，小人之前一直是百思不得其解。此时此刻，突然茅塞顿开了。来了文征楼，却不上台宣讲，这有点不符合你追名逐利的个性了。神仙打架，殃及池鱼，小人只想升官发财，可不想受牵连。再说了，如今京城有了沈惊鸿这号人物，其他人想要扬名，那可就难了。就怕是扬名不成，反而成了文武双全之辈了。你追上来，就想跟本王说这些？小人是定王殿下的人吗？行了，你不要信口雌黄了。穆周华，你口中可有半句实话？我还说是本王的人，你算哪门子本王的人？小人，误会，误会。定王殿下，什么？你跟我说说，这黄书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？那个人也是知县找来的？钓鱼，区区杂鱼，庞叔竟然牺牲至此，还当真是委曲求全。若不是本王打听到此人的下落，怎么会知你如此攀附本王，只是为了一己私利？我劝你收起自己的小心思，本王不会要无义之人。为一己私利，就一定有错吗？女子就一定要成婚嫁人，就不能实现心中抱负吗？定王殿下，您奏请重开女子恩客，可是您知道，您面前这位女举人，光是走到这文征楼前，
就已经用尽了全身的力气。是，君子坦荡荡，小人长戚戚。但是小人为了生存之路蝇营狗苟，就一定有错吗？您问忠心，您看，这便是小人的答案。若是为国冒进，那是英勇无双之人。这虎心性勇敢，却还为国为民，与其去养，不如放虎归山林。入可镇住猛兽，出可威慑四方，这才是虎得其所。你不冒进吗？执剑在。送他二人回去。是。车管事，走了人都。车管事，这定王殿下是何意啊？哎呀，这七小姐果然是个妙人，快跟上，找到她的住处。走。不要紧啊，看我这方面。我可看好队啊，都有。不要紧，每人都有啊。伙计，哎，这冬天一过，我光要点夹的，不要棉的，可以吗？这价格已经很便宜了，再说过2天，说不定还要倒春寒呢。您说是不是？啊，您说的也是。哎，我就要2包大人的。哎，好嘞，来2包大人的啊。谢谢啊。哎，慢走啊。来，下一个。别写啊，都有。谭伯父，不敢，小人是草民，承担不起王爷这样的称呼。为何不要小孩的衣服？小虎，小虎，他怎么了？我家小虎得了伤寒。上个月走了，为何不告诉我？小虎是谭林唯一的孩子。找你干什么？谭林跟着你，不也死了吗？王爷有圣药，3万苍梧军救活了你一个。出征之前，我病在床上，让谭林不要去。这孩子死活不同意。我拖着病体到王府去求你，你怎么说的？你说你把谭林全虚全影的给我带回来了吧？啊！谭林可是我唯一的孩子，你带回来了吗？带回来了吗？
见过皇叔。皇叔今日怎么来积善堂了？刚巧路过，你忙你的。看来皇叔的身体还未痊愈，跟父皇一样，郁结在心呐。没想到这定京的积善堂开业第1日，就有这么多人上门求助。下一个。公主，各地积善堂的账册这2日都送过来了，请您过目。关于各间积善堂在过去1年内的银钱、粮食、木材、布匹、纸笔、草药的消耗，都一一记录在册。接见了3000余人，开办了10间学堂。约500名学子入学。公主，那些受到帮助的贫苦百姓和寒门学子都对您感激不尽呢。天下贫苦之人千千万万，积善堂能帮的也不过10之1耳，何况这并非我一人之功。这话以后莫要再提。是。定京积善堂开办不久，人手尚缺，你需多招些人来。是，教养孩子、代写书信，还有些重活杂活都缺人，奴婢多贴几张招工启事。尤其是教书先生，眼下偏院就有好些孩子在学着读书写字呢。跟我回家！爹，我求求你了，让我读书。回去！我不回去。跟我回家！爹，我求求你了，让我读书。读什么书？家里哪有那个闲钱？走，让他留下吧。这里读书无需花钱。女孩子读什么书啊？早晚都得嫁人，家里还有一堆活等她回去干呢。我想读书，想认字。他留，你走。本宫想给他一个读书识字的机会。你是柔家公主？以后留在积善堂，就不用再怕了。带他去吧。是。来，走吧。我看到此处在招工，便想来碰碰运气。没想到运气真的不错。公主，您是何时？在沙地里写字跟在纸上写字，终究是不同的。你不必这般艰省。积善堂已经记了在下许多，笔墨纸砚都不便宜。那你以后也要在沙子上答卷吗？走吧，以后多到书房去练字。许久不见，你成熟了许多。许久不见，公主确实一点都没变。
久没来了，我们都想你了，我们好久没来了。时间差不多了，你们该去吃饭了。谢谢公主，谢谢公主。没想到你会来积善堂教书。青红得公主负责，才能从那个闭塞小地方来到繁华的京城，所以也想帮帮其他人。马上就要会试了，你是状元之才，专心备考才是首要。放心吧，不会影响的。那本宫就拭目以待了。公主，后日福云寺将举办诗会，青红斗胆邀公主同游，不知公主意下如何？近日积善堂事务冗杂，若是得空，也并无不可。那我就静候公主放假了。小姐，我开门去。小姐，哎，定王不是说要送我们到家吗？这还没到家呢。说的也是，送佛上西天，只送到门口可不行。不然你也可以吃了晚饭再走。我们家居丽的厨艺啊。你要干嘛？对啊，我只是好心。想感谢你送我们回来这一趟，至于这样动刀动枪的吗？小姐别怕，我在。没事，没事。好吧。剑已出鞘，必有高见。那你说吧。小姐，别以为这样你就当真攀附上了王爷，我劝你小心为上，千万别存着欺骗利用王爷的心思。直墨虽然看着凶狠，但他大多数时候只是吓吓人。可我不一样，我是真的会杀人的。吓死我！哎呦，没事吧？没事，小姐，我在。这定王殿下身边的人，果然不好惹。快走！宝，小姐先进去。公子，来看看小挂件吧。都是当下最时兴的玩意儿。这丫鬟力气怎么这么大？方才险些没撑住，差点给王爷丢人了。好了，别生气了，我现在就去告诉直墨。不对，是定王殿下。还想告状呢你？忘了方坚是如何评价定王殿下的？方坚说定王殿下不能人道。哎，小姐，人道是什么意思啊？非礼勿听，非礼勿言。这种话。这种闲话，万万不可乱传啊！不能瞎说。记住了？记住了。似定王殿下这种在战场上出生入死过的人，就我这点小伎俩，原本我也没想着能瞒过他多久。哎呀，只是居丽，我是真的害怕。你说，我只是个小人物，能活着谁想死呢？算了。只要能借他之势解决当下的麻烦，就已经很好了。我现在借到了吗？借到了呀。王爷，您的身体可大不如前了，今后遇事千万不能激动，一定要克制自己心事才是啊。心结难解，却非解不可。
不然在黄泉路上，本王有何面目再去见那3万弟兄啊？另外，持剑曾经来问过微臣，可微臣行医数10年了，从来没有听说过还阳散这种药啊。微臣知道王爷对此事十分重视，我也旁敲侧击地问过其他太医，他们都说未曾听说过这种药啊。历年来，太医院的药方你都查过了吗？查过，确实没有记载。木湖州，哎呀，药方一事岂能胡诌啊？药方的比例那是有案例佐证的呀。那就有劳赵院士了。芝墨，帮我送一下。赵院士，请。木烛花。没想到七小姐居然住在花乡。怪不得小人寻遍定京城都找不到您的住处，您真是闷头办大事啊！周管事，我不知道您说的是什么。七小姐的事儿，小人不敢多问，只是接下来七小姐要去参加春闱，这婚事到底该怎么办呀？周管事嘴上说着不敢问，却什么都问了。不敢。小人呐，也是想要回去复命，庄大人那边还等着信儿呢。等什么信儿？等我一举高中，荣归故里，还是等着我为达官贵人办事，从此平步青云？这，我知道你最近一直跟踪我，心中也有所不解。可是刚才你也看到了，在文征楼门口。这定王殿下就是默许了将来我为他办事，这才特意让人送我回来的。要是这点你都看不出来，那周管事以后如何能在庄大人那里得到信任呢？这几日我是看明白了，七小姐绝对是能成大事之人啊！那是自然。周管事，你也是个聪明人，多的也不必我提醒了。是得意后宅娘子，还是得意朝廷助力？我想，庄大人他心中自有分寸。你说对吗？小姐，小姐，你说周管事是不是真的放过咱们了？多半是放过咱们了吧。这个周管事以为我在为定王殿下做事，自然不敢苦苦相逼了。你别看我父亲是江南首富，但是跟定京这些大人物比起来，连只小蚂蚁都算不上。那他回去会不会乱说呀？传回去什么话，就要看这个周管事如何禀报了。菊丽，你去把咱们之前兑的那5个银艇拿出来，明日一早你便去趟客栈，送给周管事，好生叮嘱他不要多嘴。不行啊，小姐，这可是你冒着风险赚来的钱财，你就这么送给周管事吗？送，只有送完了，我才能安心参加会试，才能真正的做到两耳不闻窗外事。
住你，也哪怕多